日本的經濟基本面很差，沒有競爭力啊，新的產業幾乎全部空白，不是失落了20年日本是睡覺了20-30年，被美國人欺負的時候又不敢還手，美國把他的這個所謂的芯片產業打光了，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韓國跟台灣的興起，讓日本在這個方面扮演極不重要的角色。那你說這些芯片製造有日本的嗎？日本還靠我們台積電。禿鷹是否打垮了美日聯盟呢？因為他們要拯救日元哦，現在看起來是這個任務完全失效了。為什麼呢？我們來看到一些細節，包括了現在日本現在面臨的各種問題，像是進口成本暴漲，日企現在狂哀嚎哦。另外，東京的房地產淪為外資的獵場，高市早苗這個時候壓力也非常的大，要救民生哦，這個物資一直上漲，說要降食物稅，看起來也沒效，支持率創新低，跌至53%。好，今天我們會有深度的剖析。先來看這一場日元保衛戰，大家認為是不是踢到鐵板了？如果您認為是，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不會，留言寫2。我們來一起做互動。回顧一下今年7月，日幣是一度貶到接近是164比上1美元，結果我們先前不是做了報道嗎？美日聯手就是要開始來拯救日幣，確實當時看到日幣一度有反彈，大約幅度達到5%，結果呢？為什麼啊？到8月10號這一天又貶回去了，達到了159.29，重新吐回當時美日聯手要去救日元，大約是1半的漲幅。現在呢，企業真的就是很擔心，會不會日幣繼續的貶值呢？日本企業內部其實做了一個調查，他們認為呢，20%的企業說最好的價位就是大約是落在120到124日元兌上1美元，跟現在我們來看到這個數字159，真的是差得非常多。他們認為說這樣子企業跟民眾啊，可以說是苦哈哈。確實，我們看到立刻對於產業界還有對於民生的衝擊，在日本內部已經開始一系列爆發。首先看到優衣庫的母公司已經宣布了，受到日元走貶的影響，成本大受影響，所以預計呢，即將到來的秋冬商品就會開始做價格上面的調整，漲幅大約是落在4%。三菱電機同樣也是日本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企業，過去他們靠着出口賺得飽飽，但是呢，他們現在不這麼認為了。他們的財務長是這樣說的：弱日元不代表日本的經濟就可以一切的順遂，為什麼呢？因為日本還是長期靠着能源跟原物料、食品來進口的，所以呢，你現在這些進口的成本大增的話，是壓縮日本人的內需啊，那內需不就變弱了嗎？再來看到是三井物產還有三菱商事，他們也這樣說，他們認為劇烈的匯率的波動影響了企業對於未來獲利的預測跟他們投資的決策，對於企業來說是非常不利的。再來看到日本的貿易了，雖然我們看到進出口都有增幅，都有一個大約落在20%左右的一個增幅，但是最後來算起來，日本的貿易仍然是呈現嚴重逆差的，達到了4000億日元左右的一個金額。那麼我們也來看到，尤其小老百姓現在也非常的壓力很大，吃的、用的、穿的全部都開始漲價，那壓力現在也就壓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身上了。他說好啦，那趕快我們呢馬上要來降食品的消費稅，從8%一口氣降到1%，而且最快2027年就可以上路了。這樣子也可以救回他現在低到不行，創史上最低只有53%的一個民調嗎？這個要持續的做觀察。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介大使怎麼看。首先是為什麼日元干預了，日美都干預了，還是守不住？接下來對於日本這個日幣不斷的貶值，對於民生的壓力，包括我們剛剛看到嘛，這個優衣庫啊，日本家庭的薪水，還有很多企業都開始抱怨，這個對他們的重擊又有多大呢？介大使怎麼看？對，其實日本這個日元不斷貶值的問題哈，有2個根本因素，這個現在日本都沒有辦法解決。這2個根本因素都是怎麼樣？就是 beyond control， 就是控制不住的，日本控制不住。第一個，它跟美元的利差太大，對，所以這個套匯的話，讓日元承受很大的壓力。大家就是說，等於說這個賣日元買美元，對，去套那個利差。美元大概現在可以拿到將近4%吧，日元這個匯率大概只有它的這個利息只有這個1%，所以利差差3%。這個對日元是形成沉重壓力了。對，哎，所以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那這個問題的關鍵問題就沒有抓到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沒抓到。可是日本政府已經他的國債已經是他的 GDP 的那麼2.6倍了，所以呢，這是無法解決的。因為日本現在政府這個欠債這麼多的情況之下，你要增加利息的話，那日本政府的財政會垮掉。而且日本還有一個大家還不太，他們最近不太提的，最近幾年不提的，日本有25家叫僵屍企業。僵屍企業就是你這個產官學一體搞出來的，它都依賴什麼政府的政策，甚至這種低利率，那麼它能夠存活。現在是1%的利率，它還債的時候它還不會吃力。你如果說你要提升你的這個利率的話，那一大堆日本的僵屍企業25萬家倒一半的話，那就是連鎖效應，對日本的經濟可以說是幾乎致命的打擊了。那所以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沒辦法解決。第二個，這種所謂的匯率是反映它的經濟的基本面，日本的經濟基本面很差，沒有競爭力啊，新的產業幾乎全部空白，日本人睡覺睡的不是，知道他不是失落了20年，日本是睡覺了20-30年，被美國人欺負的時候又不敢還手，美國把他的這個所謂的芯片產業打光了，交給了，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韓國跟台灣的興起，讓日本在這個方面扮演極不重要的角色。那你說這些芯片製造有日本的嗎？日本還靠我們台積電呢，沒有台積電，它現在還沒一席之地了，靠的最後只有什麼光刻膠，那你有 HBM 嗎 ？HBM 都是韓國的，對不對？所以那邏輯晶片對不？大部分是我們台積電的，日本有廠嗎？日本沒有。那另外一方面，新能源方面、應用方面沒有啊。新能源汽車的話，你有嗎？而日本今年上半年，去年1年才賣了400萬輛車，今年中國大陸上半年就已經超過700萬輛，這個外銷，所以它的這個市場都不斷的萎縮，也沒有新的產業。那 AI 你有聽過日本嗎？日本有什麼大模型？沒有吧？沒聽說過。所以日本是經濟是一片問題，再加上人口老化，它的這個整個的這個產業愈振乏力。而日本經過失落30年的時候，它的產業非常不敢投資新的，它基本上它是希望怎麼講？它賺錢要幹嘛？不是擴展新的，是趕快去還債。所以呢，他們很在乎是利率，所以就日本經濟這個結構性問題是一點辦法都沒有。所以那變成就是說，美國出手救一下，你能慈禧救嗎？只能救急，不能救窮。日本是窮，日本不是急，所以呢，窮的問題還真的沒辦法。所以現在回到快160了嘛，有很多人就看到大概170也為時不遠了。好，現在也包括了這個內需不足，還有這個債務的問題越來越高，所以呢，現在看起來是不是現在外資現在包括了日本媒体都很擔心說，反而是都是外資在買日本它的一些建物包括了来看到是最新消息，日本的國土交通省相關統計，在2025年上半年居住海外的台灣買家在東京23區竟然是購入了192戶的新建公寓，比前一年還要多出了80%。這個資金很多都是來自於海外的，不斷的去買東京的房市數字創下新高。日本媒體說，東京可能已經變成全球資本眼中的一個重要獵場。現在是外資在這邊大撿便宜嗎？上次哥怎麼看對於日本的影響？好，今天主要就是日本貶值這個狀況來講，並沒有真的結構性的改變啦，所以日本的裡面的東西，如果就外幣，你拿美金，你拿台幣，你拿韓元，你拿人民幣去買，就是便宜嘛，它就是真的很便宜。那先前其實有包括統計房子，就是大概跟去年初的時候相比，大概就少了，最高可以少1/3。那日本的房子你說也是幾千萬，當中少1/3，你可能就已經省了上千萬所以其實就這麼簡單的概念。也因此，現在我們都知道，接下來可能9月、10月的時候，日本的包括觀光客到那個地方會有出境稅然後你那個 duty free 的部分，以前你在美妝店裡頭就把你扣掉了，未來你就要辛辛苦苦到機場去退，有很多的麻煩。那基本上它就讓你這個外國人來覺得日元很便宜，亂消費這件事情，它還是幫你設一些門檻，然後抬高了很多的要繳日本的這些規費。
但會影響到大家去日本買便宜貨嗎？我相信不會的。不過我覺得我回過頭還是要看一下日元哈。我想日元現在是這樣的狀況，在7月30、31號美日聯合干預，這個還是這個很重要的一天。當天美國出了100億，日本出了大概770億左右，大家聯手干預。好，當時其實是從原來我們知道163貶的163.8，這股點一下子就是升值了大概8.6元。歷經10天，現在又回去，又回貶了4.1元，一半就沒了，就這1000年的錢就一半就沒了。好，但是我们現在在關心這個部分是慢慢的又貶回來，但是其實美國不是出重手嗎？到底怎麼回事？我覺得現在其實大家在觀察，是不是這些所謂的國際禿鷹，還是這種投機的錢，還是不相信這些美日干預的效果？要知道，不是說的干預的時候，日本就貶嘞，它干預是一個介入，可是日本央行還沒有升息啊，所以真正的要穩定還是要等到升息。不過我覺得大家要注意到，日本到現在的狀況，因為作為日元便宜套息交易，你錢都去存美元，你就可以賺3點多%，甚至最多到4點幾%。而且日本的銀行、國際銀行都在做，也不是只有投資的這些禿鷹。大家現在關注的是這種空單。要知道，在國際期貨當中，美國這個期貨交易委員 CFTC 就其實在緊盯，因為為什麼日本會貶？就是因為人家買外匯的日元期貨看空嘛，在美日還沒有出手之前，很恐怖空單是13.8萬張，7月31號那天出手之後，瞬間少了一半，6.8萬張。那現在呢？可是那個8月4號之後，這個美國這個 CFTC 沒公布，所以我覺得有可能這個空單又回來的，但是外界就沒有資料，不知道。所以這個影響性，我認為是現在至少就這樣子回貶的狀況，我認為投機性還在。那這個概念最後怎麼來看待這一波，到底怎麼回事？我認為很簡單啦，就2個。第一點就是說，現在在投機的或正規的日本銀行、正規的投資的，都在測試日本或包括美國的官方底線。好，你現在出手，你是底線嗎？你只是威嚇一下市場，但這個底線在哪裡？大家還在測。第二個，我認為就剛剛講釜底抽薪，沒有別的啦，就是央行宣布升息，日本所有日元永遠的這個利息漲，然後全世界在外面的這些流動在賺差價的日元被迫要全部回到日本，你才有可能日本真正的恢復生存之後的穩定。那當然過去認為是10月，但是現在都認為應該9月。所以如果9月日元的這個升值，就包括它的升息之後，我認為在全世界，包括美元，包括各式各樣的貨幣，包括台幣，包括去觀光的這個錢，9月之後10月如果去日本玩，可能成本就要高一點了。好，那如果真的9月份的時候日本升息的話，日本接得住嗎？因為他們現在債務非常的高佔 GDP 的250%到260%左右，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那日本政府手上還有什麼的招呢？黃艦長怎麼看？其實他不是說他有什麼招，而是這個金融的問題太複雜了，而且有很多的因素在影響它，而且這些因素裡面通常是你拉這個下來，你拉那個下來，它很難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點。那一個國家到底有哪一些機構啊或什麼能夠影響這個國家財政呢？第一個當然最主要是央行，央行它可以管這個貨幣流通，它可以限定每一個銀行你的存款多少人貸出去，它可以決定升息。這個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哦。像川普不是說升息降息，你不是那個 FED 的那個總裁根本不聽他的啊，這是一個你知道，政府歸政府，央行歸央行，央行管的是金融這個次序。那政府管什麼呢？政府是一個行政單位，它在管的是收跟支花錢。如果我現在的財政狀況不好，基本上我就是開源節流，怎麼樣去能夠增加一點收入，減少一點支出，這是政府在做。這2個單位通常不一樣。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好比說現在央行說我們日元這個實在是太弱了，那我升息，我增加這個日元的這個市場的這個持有力，然後很多人來買日元，我升息了嘛，這時候會怎麼樣？消費會下降，因為有錢了嘛，就是我存進去就好，那我不要去花錢，好，消費會下降。反過來講，那政府他關心的是民生啊，好比說政府覺得像高市覺得現在日本的人民的生活非常不好，那我怎麼辦？我就可能減稅，加些補給，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夠消費，這個消費就增加
你會發覺剛剛央行的政策跟政府政策是違背的。它其實最困難的地方就在這裡，它不是一致的。就是說央行跟政府有時候還在唱反調。如何取得平衡比較困難，尤其現在看到是在日本，包括它的西南諸島全線都已經做了軍備的升級。中國大陸的3航母則是虎視眈眈的。今天也要來看到說北方4島的軍演是否威脅北海道。好，先來看到，其實，在我們稍微回顧一下，快速回顧，2025年11月份的時候，高市早苗提出了台灣有事論，就是讓中日關係急動，緊接着12月更緊張了。中國派出它的遼寧號突破了宮古海峽，發生了中國戰機2度使用雷達照射日本戰機的這個事件。同一時間，我們看到另外一邊日本則是在加強它的軍事的建設，掀起了40年來最大規模的一場軍事建設，在幾個地方，總共是5個地方。我们來看到第一個地方是在琉球群島的全面軍事化，包括了160個島嶼的沿線都設置了反艦飛彈陣地、雷達塔，還有它的彈藥庫等等。與那國島這邊則是專注在它的電子戰的部隊升級，還有反艦飛彈。再來就看到石垣島、宮古島增設的是反艦飛彈陣地，沖繩駐日美軍的海陸空也有多重基地。最後我們看到是九州的部分，部署了 F-35、長程飛彈等等。艦長怎麼看？在2026年，日本的西南諸島這邊還可能會增強哪一些的戰力？中國大陸的3航母，特別是在今年如何看，會對日本施加多大的一場戰略的壓力？艦長怎麼看？首先，大家要知道，就日本現在在做什麼事情啊？你一定要了解一個名詞，叫做拒止戰爭。拒止戰爭以前在我軍中還沒有這個名詞，直到1996年的時候，不是因為中國大陸圍台射導彈，然後來了2艘航母，結果大陸就知道說我們根本沒辦法，就航母耀武揚威在那裡。那從那時候開始，中國大陸就在想，短期內想要追越這個美國的航母幾乎不可能，那我怎麼樣去防衛呢？他的觀念就在那時候提出了叫拒止戰爭。所謂拒止戰爭，我舉個例子，我們現在在防衛這個城牆，我打不過他，好比說思敏你們這個部隊過來了，我怎麼打得過你？你們這麼強壯，那怎麼辦？我把門給他全關起來，然後在城牆上面叫了那種射擊手，布滿了射擊手。那我這射擊手能夠射200公尺，那你進來我就打你。對，那你就不敢進來啊？你想想看，你進來那你怎麼辦？我們都躲在那城牆上面，但是我呢，我也不用。所以這個200公尺是不是就整個淨空？整個淨空，我是不是就獲得了安全？這就叫做拒止戰爭的觀念。然後你就發現，整個中國大陸就一直在想怎麼樣去打美國的航母。那美國航母一直在說，因為你從外太空打進來，你想一枚把它打殘吶，不太可能，是技術做不到。後來在2020年的8月的時候，在西沙的一個演習，有一艘移動的靶船。中國從2個地方，一個是1000多公里，一個是3000、4000公里，這樣直接對他打下去，2個都中了。我記得當時中的時候，國防部有個長官他來問我，因為我對這些軍武這些東西比較熟，他就說可能嗎？我說我也真的懷疑，因為他技術上有很多的困難。結果是美國的叫做國會寫了一個研究報告，說這第一這是真的，第二10年內美國沒有辦法逆轉這個形勢，就是說到2030年，他們克服不了這種彈。所以你看，從那時候開始，只要有衝突，美國的航母就往後跑，因為它沒辦法防這種叫做導彈打下來的彈，這就叫拒止。那接着你想想看，台灣在做什麼事？你知道？台灣也在做拒止。為什麼？我打不過解放軍，解放軍這麼強大，那我怎麼辦？我就做刺蝟島。什麼叫刺蝟島？架滿了飛彈，你知道我們旁邊也架滿了飛彈啊，這個魚叉什麼熊2、熊3，什麼天宮飛彈，就我不打你，但是你過來，只要進入我這個範圍，我就打你。那他們就會覺得這很麻煩了，你有這麼多的這個東西，這台灣就在做這個事情。結果去年93完畢之後，大家就知道說，哇，我們全都輸了。美國也表達了，美國在今年的叫做國防安全戰略的時候，他有提到說，第一島鏈哦。要着重的，未來要着重的就是拒止作戰，又是拒止。所以你們發現日本一路下來建雷達，建飛彈，然後防空的飛彈，攻擊水面的飛彈，他在做一模一樣的事情。所以你說未來他們為什麼就是我打不過你，那我不跟你打了，對，就是你來，我可以這樣子來這樣子叫你不要來，我也有這些火力。那所以未來你說日本
會在這個方面加強，就是他希望能夠，好比說你原來雷達陣地是不是固定的，被打掉怎麼辦？那他就想辦法，是不是我們做個機動的了，一個卡車啦，一個躲在哪裡啊？就說我不能被你打瞎啊，然後這個天空的衛星是不是能看到你啊？第二個就是這個所有的這種所謂的這個飛彈防空的啦，打水面的啦，要機動啊，你不能是一個固定的基地啊，那一定是一個移動式的，像提風系統，像這個樣子。未來大概都在做這些事情，其實說穿了就是最原始的一個叫拒止戰爭。至於你說中國的3艘航母或4艘或5艘或不管幾艘，它會不會對日本造成什麼威脅？不會，就跟它也不會去威脅台灣一樣。航母跟近距離是無關的，航母一定是很遠的一個距離的遠程空中兵力的投射。好比說中國未來在紅海跟哪個國家發生衝突，在歐洲跟哪個國家發生衝突，這個時候或者印度洋中央跟誰發生衝突，這個時候航母有用。但是在台灣打台灣這麼近，日本也這麼近，他直接從陸地起飛的飛機就可以執行完這些任務，所以他不會去用航母。航母對台灣、對日本或是菲律賓都不會有威脅。好，所以我們看到新的1年2026中日關係恐怕持續的緊張。日本為了加強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壓力它在這邊掀起了40年來最大的軍事規模建設，也加強它的區域拒止的能力。但是它眼前要擔心的，除了中國大陸的施壓之外，其實還有來自於俄羅斯的軍事上面的威脅。因為俄羅斯已經最新宣布了，2026元旦一直到3月1號呢，它會在日本稱的這個北方四島，也就是俄羅斯這個地方稱叫做南千島群島周邊海域進行為期2個月實彈射擊的訓練。那其實我們做了一個統計，從去年2025年開始，俄羅斯就在北方四島幾乎每隔1個月都會進行實彈的演習。日本抗議也沒有任何的效果。重點是日本現在不斷的加強在西南諸島這邊的它的軍力，但是落點是否會落在北方，尤其是北海道是否要擔心？酈將軍怎麼看？其實你知道嗎？就在我們現在講的同時，這個俄羅斯還正在北方四島實施實彈射擊它已經整整1月份來講，都是它實彈射擊的時間。對。那日本這個國家其實它不只是北方或者是西南諸島是它的短板，它全國都是短板。因為我們看到日本這個國家很有意思，你看中國大陸現在的地圖上面看起來，我們稱之為老母雞嘛那日本剛好是像一隻蠶一樣在那個地方，剛好老母雞啄這隻蠶這個地圖上面就看出來，日本來講四周都很危險。那日本本來就是一個島國，你看它國家沒有任何的縱深是非常的危險，而且不但沒有縱深，它也沒有資源，所以日本的島民的心態就是一種不安全感。也就是他不安全感，他每天就在那邊想着說，這個擔心別人會打他，會侵略他，會切斷他的這種所謂的天然氣的供應線，所以他就會主動去打別人。你看，從第2次世界大戰，他就疑神疑鬼，每天擔心美軍會來攻擊他，所以他就主動去偷襲珍珠港。然後他也擔心俄羅斯會打他，所以他就對俄羅斯也發動過戰爭。那他認為自己國土這個縱深有限，不夠安全，所以他又要去強占中國的東北甚至於侵略中國，所以這個國家平常講，它就是島民心態，就是每天不安全感，每天疑神疑鬼。那現在來講，你說國土哪邊，我看他哪邊都不安全。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你知道北海道這個上面跟這個北方四島中間那個海峽叫什麼海峽嗎？叫這個中古海峽這個中古海峽很有意思，它這個海峽事實上，如果說按照國際海權的規定來講，這個海峽整個都應該是日本的領海，因為12海里之內算領海嘛，24海里算臨街區。它事實上它只有不到12海里，應該整個都是它領海。但是他怎麼講？他因為為了要讓美軍通過美軍艦隊要從那邊通過，他自己把那個地方劃為說是公海。好，你這下劃過，還有一個地方，北海道跟它的本州之間那個海峽叫做青津海峽。青津海峽也是一樣，應該我們來看地圖上面就是你日本領海嘛，他也把它劃成公海，他為了讓美軍的軍艦能夠通過，好，你自己劃為公海。那
中俄兩國3不5時，他們所謂聯合戰備警區，海軍就從你這2個海峽中間通過，還有最南邊的安美大島。我們前一陣子這個高市早苗講的，說是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遼寧艦不是就穿過安美大島在那邊去嗎？所以可以說整個日本四周哈，包括領海四周都是它的短板。你看它沒有什麼國土縱深。那最糟糕的一件事情，當然你自己要認清楚你自己國土的資源是什麼樣嘛。你現在修改所謂安保3原則，你国土的形狀就長這個樣子，但是你應該就是遵守你的這種2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個你自己設定的所謂的這種防衛型哈自衛型的憲法跟條約哈，只能擁有自衛的武力，你不要去招惹其他國家。可是日本這個國家，你看。我剛剛講周邊哪個國家他沒打過仗，對不對？跟中國也打過仗，也去殖民過韓國，也跟俄羅斯打過仗。日俄戰爭不就在中國東北打的嘛？哈，跟美國也打過仗，只是說他現在變成美國的小弟了哈。那你如果說自己為了你自己國家安全，你真的是應該思考。你不是光考慮說是我要一個軍事方面，你應該考慮到是你國土的地緣戰略的位置來做一個整體思考。那如果說你現在還是島民心態，一直想要發展軍國主義，要走向一個你自己所謂的正常化國家，我覺得只會將你日本自己帶來滅亡。好，所以現在中國大陸看到这個日本一直往軍國主義的方向做發展，並且不斷的強化它在軍事上面的預算哦，所以呢，中日關係持續的惡化。那中國大陸這一回持續的對日本，除了在軍事上面施壓，也打經濟戰。那對於日本在經濟上面的衝擊，我們也要來看，還包括除了經濟上面、觀光上面的衝擊，還有就是在稀土上面的限制。先來看第一財經的報道，2026年的春節長假，中國大陸的遊客已經不再湧向日本了。那再來就是說，台灣有事論哦，引爆中日對立，所以現在中國大陸也針對了日本的出口稀土做了一個限制，導致稀土價格現在狂飆，包括車用的半導體的鎵這個元素上漲幅度20%創歷史新高，鎢上漲8%也創歷史新高，三菱、雙日等日商現在只能找不到中國，轉向找哈薩克、澳洲等新的稀土來源國。中國大陸在經濟上面對產業上面對於日本的制裁，接下來的衝擊，幹哥怎麼看？鎵這個是稀有金屬哈，不僅僅是車用那個就是說那個引擎，還有什麼？還有飛機，飛機的氮化鎵雷達，大家都常常有聽到這個氮化鎵嘛，對不對？這個我現在你如果沒有用氮化鎵雷達，我跟你講那是非常落伍了。那現在我們先不要講那個高精密的戰鬥機。我們光講車用的引擎，你沒有鎵你怎麼做？三菱商事，他的頭都暈了。但是現在有替代的方案，就是說我們緊急從哈薩克跟澳洲進口鎵這種原料，特殊的稀有金屬原料。不過問題是，你知道去年全球的生產量是多少嗎？鎵這種金屬，全球只有760噸，非常少。那等於是真的很少很少。然後760噸裡面，你知道90%是哪裡生產的嗎？中國。所以我們已經講稀土了，鎵這個還不是稀土。那你現在如果說你連這個東西你都會覺得說都要跟中國買，那趕快要建立生產線。可是建立生產線之後呢？建立生產線，那你必須要投資去生產、去挖，一定要有這些設備。澳洲本來就有這些設備，但是澳洲的價錢很高。哈薩克是根本沒有技術跟人力，你必須要先投資技術跟人力，所以現在都碰到像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我跟你講，那你今天我想請問一下，三菱商事，因為你掌握着日本最大的汽車產業的經濟動脈，你一下子之間沒有辦法。還有另外一個元素叫鎢呢，大家就比較熟悉了，為什麼？我们看到我們打的那個炮彈啊，鎢鋼合金炮彈。那鎢是非常多一種軍事用途上面，比如說炮彈，比如說像飛機，它在那個軍事上的用途叫做超硬金屬，是最硬的金屬就對了。所以這種金屬，老實講一句，有時候真的沒得談，就沒得談。那中國呢佔了多少了？80%。在這種情況之下，不但是鎵跟鎢都佔了世界上的領導地位，所以你今天就算是從哈薩克或者是澳洲或者等等，或者是從其他，比如說像非洲啊，
也可以找得到鎢，但是問題是那要花多少時間去做？日本的汽車產業現在非常擔心，因為他們說我們要用，其實坦白講，這個就是做生意，要用足夠的時間去換取那個成本效益到底夠不夠？現在每一個車商啊，他們都在思考這個問，都在盤算這個問題。總部設在美國的三菱跟日產等等公司都在想這個問題，你到底趕得上嗎？你如果趕不上的話，你要怎麼樣改善跟中國的關係？你現在第一關你就改善不了，為什麼？今年春節啊，春運啊，現在去日本的很少了，為什麼你知道嗎？他們現在中國的大旅行社說沒有整團去的，沒有整團，就個別去，那個叫商務旅行，沒有團進的了。就現在你知道誰把這個鰲頭給拿去了？我們會想說，一定是韓國嘛，韓國取代，不是，土耳其取代了。哦，旅行社大推土耳其，土耳其的旅遊大增40%，土耳其好玩了，異國風情啊，歡迎中國人啊，大家來去土耳其啊，你知道嗎？日本人氣得跳腳，那個怎麼能夠跟我日本比呢？現在就已經快發生了，馬上你就可以看到啊，2月的春節來的時候，他們就說。主要的他們的旅行社都跑到土耳其去，然後不去土耳其的會去韓國，甚至去哪裡？澳洲、紐西蘭，像這樣子的地方，連哈薩克都是旅遊的景點。就是說日本不跳腳嗎？中國大陸對於日本的制裁，包括了現在影響的產業。在日方的方面有村田、DTK， 現在都說這些企業最多只能再撐1個月。北京這一次對日本再次的出重手，斷供的是它的氧化銻，引爆了 MLCC 這種史詩級的大缺料問題。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首先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市民好，各位朋友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市民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特別來關心到節目哦，我們今天來看到3個火線話題。首先來看到中國大陸掐緊對於日本的制裁，關鍵點就是在於，因為現在呢 AI 時代正式的到來，所以大陸卡住的是在 AI 的發展上面最關鍵的 MLCC 電子工業，這個叫做電子工業大米的高純氧化銻。好，影響的廠商包括了3家日本的廠商，村田、DTK 跟太陽誘電。他們的庫存最多只剩下1個月了，代表說接下來日本的高階電子產業恐怕面臨斷鏈的一個邊緣。那麼我們一直知道 MLCC 在日本來說它是霸主，但是如果說在上游它面對的原料又被卡住的話，代表接下來 MLCC 也會出不來，霸主地位會被掏空嗎？這件事情就會比較嚴重了。第3件事情我們來看到，所以日本就非常的擔心啦，他現在在全世界來找稀土，來找替代，找新的供應鏈，但是真的有用嗎？因為關鍵的這些技術哦，其實呢還是掌握在中國的手裡。去中化真的有可能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趕快來關心到是中國大陸這一次出重手，剛剛提到的就是日本科技業的心臟。AI 供應鏈的關鍵材料 MLCC 叫做電子工業大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掌握了這一些最重要的高階電子產品，都需要用它。有哪一些呢？觀眾朋友平常使用的這些 AI 啊、手機伺服器啊，或者是電動車、軍工雷達，其實都需要用到它。你的 AI 要發展得更好的話，也代表說你的功耗比較高。功耗高的話，就需要這種 MLCC 的原料來穩住電力。而 MLCC 要穩定住的話，這個關鍵點就在於這當中要放入大約是1%到2%的這種高純氧化銻才能夠繼續保住它的穩定性。但是現在的關鍵是中國去卡日本的氧化銻，而且沒有其他的材料可以來做替代。剛剛講了，直接這個重擊的就是日本的3家企業了，他們現在庫存直接拉警報之外，剩下1個月就已經沒有庫存了，現在他們非常的擔心。而整體來看，我們看到這個全球對於 MLCC 的需求其實是非常高的。
到2027年，光是我們看到 AI 這個領域 ，MLCC 的需求就已經高達1500噸，而全球一年也只不過可以供給大約是3500噸。也就是說呢，光是 AI 一個產業就已經佔全球一年需求量的40%了。所以呢，我們看供給量吃緊，價格也直接受到影響，單日的價格直接暴漲超過8萬人民幣，每噸現在均價來到了新高，是134萬元人民幣。而過去高階 MLCC 主要是日本跟韓國在主導、在掌握的，但是現在看的也不只是只有技術而已了，而是看誰可以拿到這個更上游的原料。没有重稀土 ，AI 供應鏈等於直接被卡死。所以這3家廠商，我們剛剛提到的春田、DTK、太陽誘電，在中國的制裁之下，到底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對於產業的衝擊，尤其是庫存，現在只剩下1個月了。現在擔心會不會上演當時被斷屋造成的關東化電、中央蕭子直接停產的劇本，會不會又再上演？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不能排除，而且很有可能。這個道理很簡單，就是說，除非日本能夠從中國以外的地方獲得它所需要的相關的原料，從中國以外啊，不然的話，他們從中國大陸這邊是不可能獲得的。原因很簡單，即使日本比一般的国家、比一般的企業更具有風險意識，即使日本比一般的國家更有經驗，跟中國大陸在稀土這部分有過交手啊，日本也曾經用稀土的方法去卡韓國人。當時日本也是做同樣的事，也就是把這個洗滌劑控制在手中，不讓韓國人使用，也造成山西的重挫。這個都是過去日韓之間有關於稀土戰啊或者關鍵原料戰裡面，日本曾經使用的手段。中國大陸也對日本使用過同樣的一個手段，所以日本是很有經驗的，很有經驗。因此，日本的企業比一般國家的企業的存量更大。可是日本萬萬沒想到的地方是在於，這一次日本碰到的是中國把稀土已經是制度化了，也就是說，沒有修改這些法規之前，所有的稀土的出口都必須要按照這個法規來做。是。那這個法規裡面規定就是說，如果用在軍方的是絕對禁止出口，任何原料只要是用在軍事方面的，絕對禁止。軍民兩用的，那就要對方來報告它用在哪一些地方。可是如果對方的企業是跟日本的軍方企業有直接或是間接關係的，這些也會被限制在內，它的審核會更漫長，它本身的條件會更加的嚴格。所以在這個情形下，我們看到，除非日本的企業它宣布它跟日本的軍工企業是毫無關係，是切割任何關係，它的製造出來的產品也不會被日本的軍方企業所使用，用在武器裝備上，你必須要做到這一點。那這一點對日本的企業來說，那我們在問的問題就在於，當日本的政府它現在要更多的去發展它的國防工業、軍事工業，那請問一下，這一些企業就是現在傳出來有風險意識高的這些企業，它跟日本的軍工企業是任何關係都沒有嗎？跟日本的國防部任何關係都沒有嗎？不可能嘛！你看它的產品就很清楚的知道它會被使用在軍事國防上。那在這個部分裡面，請問日本如何把這個邊界線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很困難。所以我的推斷日本如果沒有辦法從中國以外獲得這些稀土的話，它會面臨非常危險的地步。也就是說，它斷供或者斷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永久關廠是不一定，因為那要看未來的局勢的一個改變。但是你沒有原料了，你就不可能出貨。你不可能出貨，那你基本上你就會出問題嘛，這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好，所以我們初步統計起來，中國大陸先前是祭出這個鎢的限制，現在是做這個氧化銨的限制。那我們剛剛看到了嘛，3家日本的知名企業恐怕再剩1個月就會沒有庫存了，包括我再重複一次，春田、DTK 跟太陽誘電等等。那現在也代表說，中國這麼一卡的不只是 AI 的整體供應鏈，還有軍工產業在
這個還有國防產業、軍工產業在日本的發展嗎？那酈將軍又怎麼看？這 MLCC 會大爆發的需求，主要是 AI 的伺服器哈。一個 AI 的伺服器，它总共單純的伺服器，它就需要到2.8萬顆，是一般伺服器的13倍的需求量這麼大哈。如果說是沒有這個 MLCC 的話，那你 AI 就沒辦法運作。除此之外未來我們現在很流行的，包括電動車或者是高端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包括我們手機這一類，都需要有 MLCC 哈。那 MLCC 它為什麼具有這種優勢呢？它有幾個特性，第一個它體積很小啊，第二個它的容值範圍很廣哈，那第三個它的这種高頻的這種特性，所以它用在電子元件上面來講，它是一個最核心的一個這種被動元件哦，它可以濾除雜波，也可以儲存電荷，也可以穩定電壓哈。所以廣泛的用在 AI 的伺服器，還有這個我剛剛講的，包括電子產品、電動車等等都需要。但是你要製作這種 MLCC 高端的 MLCC 的話，哈，你就需要氧化銻。那它要氧化銻，不是普通的氧化銻就可以，必須要純度很高。我们现在看到，它要加入1%到2%的這種氧化銻啊，這純度啊，這種銻的純度要到這個5N。什麼叫5N呢？就是5個9哈，幾 N 就是幾個9，就是99.999%哈，可以純度要是非常的高。那如果說你沒有那麼高純度的氧化銻，你就不能做出你所需要 MLCC。譬如說，簡單的講，MLCC 來講的話，這種高端的它可以這個有很好的，譬如說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譬如說我們電動車裡面，那引擎室裡面溫度很高哈，你必須要能夠在這種高溫之下，它能夠保持正常運作。那你沒有加入這麼高純度的加到1%多到2%這種5N 級的這種氧化銻來講的話，你的 MLCC 就不能夠抗這個高溫。所以我們現在未來電動車，因為引擎室裡面溫度很高嘛，所以你就必須要用這種高溫。除此之外哈，我們看到我們講NVIDIA 好了哈，NVIDIA 我們都知道它是下一代的這種運算平台 GPU 200哈，你知道它現在下一代的，它這一代的這個是用到一個 GPU 200的平台是用到差不多6500顆的MLCC，那下一代它要增加1倍到13000顆的 MLCC， 你想想看，这未來的需求量是多麼的龐大。那你沒有這個元素，你根本就未來不管是 AI 電動車這個新一代的這種電子產品，你根本做不出來。那現在關鍵就是這個銻這個元素，這個銻這個元素也算是這個稀土裡面很重要一個項目。我們講說重金屬裡面一個就是銻嘛。那如果中國現在在這種提煉的技術上面卡住日本的脖子，我覺得。當然就卡住全世界的 AI 的發展。那未來不管是日本這個 MLCC 做不出來，就會影響到，甚至影響到這個輝達都會受到影響。更不要說美國其他的這種 AI 企業，當然會受到影響。那現在來講很嚴重的一個問題哈。但因為企業界大家都看到說是未來這個需求量很大，然後但是產量是有限的。比如說我們現在講每年能夠產的就是3500噸的這種重量，那其中有40%是用在這個做 MLCC 方面。那現在大家拼命去搶啊，因為你未來 AI 大爆發，未來就是一個 AI 的世代，未來也都是電動車的世代，所以各廠商拼命在搶，所以價格哄抬就因此而提高。可是我們比較擔心，如果說這方面來講的話，哈，中國卡住日本脖子，日本這3家公司來講的話，它等於最原始的供應鏈就斷供了嘛。對，你沒有那個氧化銻，你就做不出來 MLCC。你 MLCC 做不出來，你就賣不出去。那 NVIDIA 是不是你的高階的 AI 運算平台你就做不出來？這 GPU 這個200下一代的你就做不出來。所以我認為說是中國在這個稀土尤其是重稀土方面。如果從這邊卡住日本的脖子哈，這個從最原始的端卡住日本的脖子，我相信哈，這個不只是日本，包括到美國可能會因此未來的 AI 發展都會受到很大的限制跟影響。好，所以中國的這一招很高招哦，是從最源頭來開始做限制哦。剛剛特別提到這個稀土裡面的氧化銻這個原料，那現在日本如果拿不到從中國來的貨怎麼辦呢？他開始尋求其他國家的幫忙。現在他進行的國家包括了去澳洲找、去印度找，或者是去非洲去找，那還布局
局了，包括在深海裡面，還有在這個新礦園去找。但是剛剛其實將軍有幫我們特別提到了這個氧化銻，它最需要的就是這個純度達到5N，所以代表說像類似的氧化銻的技術，包括這個冶煉分離跟提純。其實還是高度集中掌握在中國大陸的手裡的，就算有了這些氧化銻的貨，這個日本也沒有辦法進行這種冶煉等等，這是一個問題。那另外就是先前中國大陸還卡住這個鎢哦，導致了這個日本企業現在仍然在繼續的找尋替代來源。現在鎢的價格根據媒體的報道已經漲了3倍，純度也不足，已經導致了關東化電還有中央硝子只能宣布永久停產。好，現在呢我們看到從這個等於從鎢一直到氧化銻，日本的高科技的關鍵材料會不會進入這種臨界庫存的時代？日本有辦法找到替代來源嗎？那楊老師又怎麼看？中国大陸其實管制的是針對日本的就是軍工產業，那但是第一個就是這些產品它本來就是軍民兩用啊，你很難去絕對的劃分。那第二個是日本的這些公司，它其實既做軍事也做商業，那因此你就整個會拖延啊，你要證明你在申請。就是民用的，大陸對於日本的民用產業事實上是沒有禁止，可是因為剛剛這2個因素，就使得你的這個申請的過程一定拖延很久，然後呢，可能一定會受到影響。那現在影響的還只是就是在日本的製造業的上游，你講春田啊、TDK 啊，這還是上游，哦，那他們如果一旦停產或者是一旦減少產量的時候呢，那下游就會受影響了。下游是真正的製造業啊。你比如說東京微那個，比如說我們講的六氟化鎢，它是個氣體，半導體製造所需要用到的。那你像東京微創啊，像是 Sony 啊，那就會受影響哦。那甚至連我們台積電都可能會受到影響。然後呢，像是氧化銻的話，那信越化學啊，或者是 Toyota、那 Honda 這些都會受影響。為什麼？因為現在這個廠商啊，不會說搞一大堆庫存，還會有一些商業庫存。所以它現在這上游受影響之後呢，中下游呢的商業庫存再等於是消耗，或者是緊急去這個外界購買，或者是增加這個回收的這個就是說比例。可是這個都緩不濟急，也就是說它大概的時間點可能都是幾個月不到半年的時間，它可能就會見底了。那這整個供應鏈就會都會停頓，那這會蠻嚴重的。所以為什麼在日本這個方面呢就很緊張？那我覺得。2個關鍵嘛，為什麼中國大陸在就是稀土跟稀有金屬？我們今天談都還是稀有金屬。對，稀土的面其實嚴重影響的層面是一樣，而且更深刻的。我覺得2個因素哈，中國大陸的整個稀土跟就是這些稀有金屬的 IP 跟製程，也就是它精煉的這個過程哈，基本上就是這個領域的台積電。是，你這麼簡單理解。就不能被取代，因為它這整個過程當中，它可以不管是環保因素，還是製程，還是這些就是 IP 專利啊等等之類，它這一整個生態系才能夠達到這樣子的精煉的效果。講句實在話，這是過去30年來西方國家就把中下游的這些環保或者是這個生產成本不夠效益化的這些整個這個原料，通通移轉到就是非西方國家，是，而因為中國大陸整個製造業的這個發展，它自己要掌控整個中下游，它不是多麼這個20-30年前就看到今天這個問題，這是他為他自己的製造業再去整個做全供應鏈的掌控，那當然也花了很多的這個錢在就是說這些稀土跟這個稀有金屬上面。所以第一個，它已經變成是稀土跟稀有金屬台積電。那第二個。所有現在你看到日本跟這些國家在做的所謂去風險化，去找礦也好啊，去簽約也好，他認為看到去風險化的風險，那是更偉大的風險，更困難的風險。因為你要去風險化，可是你去風險化還沒達成，你已經面臨到嚴重的風險，斷供、停產，然後呢發現到要搞個5年、10年才做得出來。問題是5年、10年，人家到什麼地步？人家價格。規模到什麼地步，所以你永遠可能會跟不上這個問題。